战亡10个乌克兰人，可让美国赚1亿美元，美国有点心太狠。大家好，我是肖银华。战场阵亡10个乌克兰人，美国人要赚1亿美元，这是不是危言耸听呢？是有数据支撑的，这就是80岁的拜登不远万里去乌克兰送武器的原因。除了造成家破人亡、民不聊生、先进武器的比拼、土地的争夺、荣誉的纷争，战争最终表现的是一场巨大的经济消耗比拼。军事观察人士与经济学者不断计算，俄罗斯同乌克兰的军事冲突究竟是俄罗斯在消耗西方，还是西方在消耗俄罗斯呢？一些数据显示的不那么友好，那就是美国人在发这场战争财。这就是为什么80岁的美国总统拜登在2月20号突访乌克兰基辅，喊宣扬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核心原因。这样看上去，美国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出钱出力，仁至义尽。而实际上呢，根据公开的数据算一算，就会发现这背后一切都是生意。根据此前媒体报道，美国承诺为乌克兰提供450亿美元援助，目前为止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大概只提供了100亿美元。不过需要搞清楚的是，这100亿美元左右的援助能到乌克兰手中的现金寥寥无几，大多数都是武器装备，也就是说，这笔钱还是直接支付给了美国的军火商，通过购买武器弹药援助乌克兰。这笔钱美国人自己先赚了一笔，真正用在乌克兰身上的不知道有没有一半，这是美国人支出的。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的消息，2020年美国日均进口原油587.7万桶，日均出口317.5万桶，净进口原油数量是每天270.2万桶。也就是说，在2020年俄乌开战之前，美国虽然拥有大量的原油，但因为价格、市场等等原因，美国还是原油净进口国。但是到了2022年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根据2022年年底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的最新消息，在2022年11月，美国日均出口原油1177.6万桶，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高的记录了，比2020年的数据增加了3倍还多。美国的原油能够出口到哪里去呢？众所皆知，美国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挑动俄罗斯同乌克兰打仗，并冒着极大风险炸毁了俄罗斯同德国的北溪输油管道，为了什么呢？如果上世纪美国挑起中东乱局，发起第一次石油战争，那么可以认为这一次挑起欧洲乱局是新的一场石油战争。以前是为了控制中东石油，现在是为了输出美国石油，这也是中东国家现在对美国不太感冒的核心原因。都是卖油的，同行成了冤家。我们算一笔账，美国在2022年11月日均出口比2020年增加了860.1万桶，按均价80美元一桶，美国日出口石油收入就比俄乌冲突前增加了6亿8808万美元，一年365天就是新增收了2500亿美元。这是美国因为俄乌冲突，欧洲拒绝俄罗斯石油后新增的收入。目前预估，即使冲突结束，未来5年时间，欧洲基本上还是会拒绝俄罗斯的石油。也就是说，美国人在石油上可以开开心心的，至少要赚5年钱，也就是能得到1万亿。我们看看俄罗斯一年的石油能源收入又是多少呢？根据国际机构的统计研究，俄罗斯2022年全年石油业务收入是1800亿美元，还没有美国新增的收入多。我们再看另外一些数据，也就是俄乌冲突死亡人数。目前俄罗斯单方面公布了一些死亡人员，但是乌克兰方面从未公布过。有军事专家预估，俄乌冲突1年下来，乌克兰方面死亡了15万人左右。
日军400多。这个数据看上去有点多，毕竟在开战以前，乌克兰现役军人也只有20万左右。如果说真的阵亡15万人，那么乌克兰军事力量应该被打残了，就不可能现在还能进行抵抗。但是到冲突结束时，乌克兰阵亡10万人以上应该有的。按前面的预估，美国人的石油最少赚1万亿美元。乌克兰这场冲突阵亡10万人计，也就是说每死亡一个乌克兰人，可以让美国收入1000万美元。10个乌克兰人阵亡，可以为美国换来1亿美元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美国人即使真的按承诺投入450亿美元，能够收入至少1万亿，真的是赚大发了。难怪美国人不停地叫嚣，要同俄罗斯战斗到只剩最后一个乌克兰人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